欢迎收看第985期北京不静音。今天我们继续为于朦胧发声。今天的焦点我们关注在宝格丽酒店的前世今生。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其实它从开业那一天就充满着诡谲充满着邪恶。那么从这些事情陈年往事我们就可以一路看过来，因为那个地点很神奇无论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事情，还是3年前北京白纸运动在那里开始，以及呢现在于朦胧这个案件中涉及说于朦胧可能在那里被囚禁、被虐待甚至有可能是死亡地点之一，那么都关联到那个地点。而且最重要的，我想给大家今天讲在这个里面我们去理解一下有人说于朦胧案有人在背后一手遮天让公安不立案，让媒体去封锁消息，对吧？那我一直说呢，这一伙人的关系并不通天。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呢，可能大家有一点分歧。我所谓的不通天是说，这个人他不是政治局的人不是那25人之一当然肯定也不是常委。实际上我们通过我今天的讲述大家可以去理解，其实背后那个一手遮天的人可能到不了那个层级，他也可以做到这个地步。那么最后我今天会给大家去预测展望一下马上4中全会结束之后，这个于朦胧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的可能性OK， 我们说回来那么上一期节目我给大家指出了北京宝格丽酒店的确切位置，因为很多人是在 Google Maps 上去搜这个酒店的位置的，但是那个上面的信息是错误的，甚至有人去搜启浩艺术馆都搜不到怀疑说这是中共对 Google 的一个渗透把这个启浩艺术馆都删掉了，可以这么一手遮天。不是的，因为如果你在中国墙内，你无法使用 Google Maps你用的是百度地图或者高德地图，那么在这2个地图里是依然可以搜到启浩艺术馆的那么 OK， 宝格丽酒店它的前身在那个位置是一个叫华都饭店的，给大家看这个照片这个是华都饭店那么现在这个楼已经没有了，拆掉了盖这个宝格丽酒店了。那华都饭店呢是从1982年开始运营，是一个属于首里集团的首里集团呢是北京国资委下属的一个市属国有企业那么首里集团旗下还有像什么全聚德呀东来顺包括后来收购如家酒店等等。那么这个华都饭店老字号的酒店它是在06年的时候好像还重新装修过然后在10年左右吧就被人给收购了。被谁收购了呢？被这2位那么男士呢叫沈栋香港人，女士叫段伟红那么这2位呢，实际上他们最早是由于平安银行等等发家的，后来呢是和温家宝的夫人走得非常的近他们有非常深的这种政治圈的人脉关系所以呢以此来拓展了他们的商业帝国从北京机场的物流圈开始做一直到去收购了华都饭店这块宝地。他们原本的计划呢是在上面弄一个所谓的华都中心包含高档的酒店这个住宅写字楼什么，甚至这个艺术馆都在他们的计划内。从10年开始呢，一直到12年，他们获得这个批文，那么正式开始动工兴建这个宝格丽酒店他们也是在全球诸多酒店中选中了也是聘请的国际知名的这种建筑师设计师事务所然后一直到17年，宝格丽酒店的开业的前一天，这位女士段伟红被中共抓走了然后就人间蒸发了，消失了。那么沈栋呢，是他们13年就已经离婚了，沈栋带着儿子在英国生活。那么由于前妻的失踪呢，他决定把他知道的内幕都写出来，所以出版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就是这本书叫《红色赌盘》。那么当然了，在这个书21年的出版前夕他这个前妻段伟红终于的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等于4年消失啊，终于又出现，实际上是带着党的任务劝说沈栋不要出版这本书，不要跟中共对着干啊。当然沈栋还是没有被说服，还是把这个书出来了啊。那么在那之后到现在又4年时间啊，那么这段伟宏又消失了啊。那么在这本书里呢，实际上沈栋说了非常多的一些内幕啊，比如说他的前妻段伟宏当时也在去为以后铺路啊，因为温家宝要卸任了嘛，那么他到底是要去以后的这个政治保护伞是谁呢？说有和令计划走得比较近啊，有和王岐山走得比较近，以及后来可能导致他失踪的最关键的人物啊，跟孙政才走得比较近。孙政才跟胡春华都是中共的60后的干部啊，也就是说，原本计划是习近平干10年之后，由他们2个人中的一位来接替习近平的位置啊，另一位担任总理。那么习近平当然不需要接班人了，所以把孙政才干掉了。胡春华也完全限制了他的发展啊，没有能够进入政治局。那么啊，我们今天也是想从政治局这个角度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于朦胧案。刚才我还提到了一个人叫令计划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令计划的儿子叫令谷，在2012年的时候出车祸死了。传言呢是说他开着一辆黑色的法拉利啊，车上还载着2位裸女，在清晨北京的四环路上超速行驶，然后发生车祸，然后起火当场身亡。那么这个事情当时也是立刻的警方封锁消息啊，媒体上也是大量的删帖封号，这个控制力度也是很强啊。谁来是做这个幕后的控制呢？要封锁这一切呢，就是令谷的父亲啊，令计划。令计划当时什么职位？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你可以有一个外号啊，就是中南海大管家啊，非常重要的职位。但是，令计划不是这个政治局里的，所以中央办公厅主任啊，在不同的时代，他是不是能够入政治局是不一定的啊。虽然是副国级啊，不一定能入政治局。比如说最早毛泽东时代的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他就是政治局的。但是后面什么汪道涵呀、曾庆红啊，什么这些人都包括温家宝也做过这个职位啊，当时都没能入政治局啊。温家宝后来入了。那么好，到令计划的时候也不是政治局。那当然，近些年的这个丁薛祥，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就是在政治局里。当然，因为他是习近平的心腹嘛，所以能不能入政治局不一定。也就是说，能不能入政治局和他能不能控制中国的公安和媒体也不一定啊。那么当时啊，令计划去控制这个事情啊，那么他是不想让胡锦涛知道，因为胡锦涛培养他当自己的一个这个团派内的接班人啊。那么当时政治派系斗争很严重了，你比如说像江派是吧，团派啊，包括后来这个习近平窜起来，那么是江泽民把这个事儿最后因为外媒在报道嘛，江泽民把这个事儿捅给了胡锦涛。那你看你就没法包庇令计划了，对吧？所以胡锦涛没办法，就只能舍弃了令计划。令计划之后就一直在明升暗降啊，过了2年，14年就彻底的给抓起来，后来就应该是16年判刑了吧？就这样，仕途就完蛋了。也有人说呢，这是一场阴谋，就是说有在这个斗争中啊，因为有人说令谷呢并不是一个这种贪图享乐就开着法拉利玩女人的这么一种红三代，不是。他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个年轻人啊，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啊，但是有这么一种传闻，所以说他可能是被人害死的啊，就是为了把令计划或者把团派给拉下马啊，这是他们政治斗争的事儿啊。好，我们从这里呢就可以帮大家理解啊，就是说目前于朦胧案的背后，所谓这个一手遮天的人，他有可能不是政治局常委，甚至不是政治局的人啊，甚至可能连副国级干部都不是。那大家说了，那他是谁呢？有这么大的能量可以做这个事儿，他是谁呢？我有一个推断啊，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顺着这个，比如这个宝格丽酒店这条线来捋，对吧？说回来啊，说回到这个沈栋跟段伟宏啊，那么段伟宏在2017年宝格丽酒店开业前被抓走之后，那么
他们的整个这个计划就终止了。因为原本这个地方有宝格丽酒店，对吧？有这个艺术馆，有这些办公楼他们曾经还计划在这个顶层有这个顶级的这种大平层豪宅作为他们自己的这个居所这个实际上他们是想要把那个地段打造的非常的好的，有这种野心和梦想当然这一切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原本那一块呢，延续着华都饭店的名字是要叫华都中心的，但是我不知道具体哪一年就改成了叫做启浩中心，这个名字应该是他们起的有可能是沈栋起的那么这个启浩中心呢，自段伟宏消失之后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共的就等于把这个钱就把他们这个公司的这些资产什么就全都据为己有了吧，等于就又收归回首旅集团，就又归了北京国资委等于就又收归国有了。那么所以这一片呢，后来又有了什么启浩这么一个什么集团什么的也是在首旅旗下的就负责管理这个区块就等于就从他们手里等于剥夺走了这个私有财产。那么这个启浩中心宝格丽酒店，包括启浩艺术馆现在就属于首旅集团那么如果在这个地方发生了虐杀于朦胧，或者没有杀哪怕只是虐待等等的这些丑闻搞大了，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被首旅集团的领导或者北京国资委的领导控制北京公安部立案，或者控制这些媒体去封杀？有没有这个可能？有，但是不大。就是我们从这个职位级别上来说首旅集团的这个最大的头他是正厅级。那么这个北京国资委那也就是一个应该是副部还是正部差不多是这么一个级别，应该是副部级对，应该是北京市的这个市委书记应该是正部级等于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们有没有权利说让这个中宣部包括网信办去对整个网上的这个舆情进行一个控制？他们是没有的，对吧？那当然他们可以底下去交代这个比如说北京市公安局等等的去搞一些这种事情，去进行一些一定范围内的封锁，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好，说到到底有没有一个人在更高的位置控制中宣部和网信办对于朦胧这个事情彻底进行一个网络上的封杀？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这就是因为我们从中国网络上的情况去观察，中宣跟网信的这个做法是不太统一的，就给人感觉就是中央上边你说常委也好政治局也好，并没有对这个事情那么的重视，说定性，说我们现在开始全面的封杀就像封杀8964坦克人一样，没有，对吧？很多东西是可以发出来，当然后面还会被删掉，但是它是非常的不统一的两个部门是这个步调是不太一致的。我给大家看一个事情大家就能理解。先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就是这两天在中国甘肃有他的粉丝或者支持者在一个摩天轮上去投影出这个于朦胧的影像，去纪念他你看这个事情在中国现在都可以有人干得出来你可以想象有人可能在一个摩天轮上或者一个什么就是户外的屏幕上去投影一个8964坦克人吗？这是不可能的，对吧？但是于朦胧这种它是可以投出来，但是后面可能会被删先给大家看看这个视频然后我们接着聊。2025年10月19号，网友在兰州万达广场巨型摩天轮上投屏于朦胧画像，这是继湖南吴越广场后又一引发公众广泛关注的投屏事件。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他们赌我们只有7秒记忆，我们就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记忆有多么长久。他们蔑视我们是蝼蚁，我们就让他们见识一下蝼蚁撼动烂树的力量。附上的这张照片美好的让人感到难过。于朦胧的死不仅震惊了海内外，也使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严重的人权问题。中国政府对公众的冷漠回应，再次印证了其独裁专制体制下高高在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本质。当权力得不到束缚，人性就会变得扭曲，人民就会惨遭荼毒。
横冲直撞，年少倔强，从不退让。这个视频是发在 B 站上的。满天星光当然了，就是发在 B 站上之后啊，很快它就被删除了。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页面啊 ，B 站。你看红圈这个位置就是原本刚才那个视频所在的位置，然后现在等于被删掉了，看不到了，灰色的了。但是我们往上看，你看还是有关于于朦胧的视频存在的，往下看也还有，包括最下面看这个是矿泉水的那个倒影吗？影子吗？就涉及到虐杀他的一个阴谋论的视频也还能存在，对吧？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它不是全面的封杀，它是有的能够存在一会儿，有的能够一直存在，有的是立刻封杀。就是这就说明这些审查员，包括这些平台公司啊，对于这个事情也并没有接到一个特别统一的声音，到底应该怎么办？是彻底封杀，还是针对某个角度？因为我们最早听说 B 站接收到来自中宣的命令是说，为什么要封杀于朦胧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外网在瞎传，影射到了跟习近平献祭有关，所以是他们害怕习近平怪罪，是以这个理由去要阻止于朦胧这个事情扩散的，这是中宣的角度。但是网信呢，又没有给 B 站这样的命令，反而是让 B 站去推一些网信所扶持的一些网红博主啊，这些网红博主也在讲于朦胧，所以 B 站把一些流量给到了这些人，那么这些关于于朦胧的视频也就在 B 站上在流传，所以你看他的声音是不太统一的，这就是我说的我的一个猜想啊，就是中央对于朦胧这事儿并没有定性。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目前大家为他求这个公道啊，追求真相的可能一个契机啊，这就涉及到这两天在四中全会嘛。那么四中全会之后，于朦胧这个案件会不会有什么一些新的变化啊？我做一个预测，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是中央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了啊，在外网是吧，非常的火热。那么好，中央现在定性了。这个定性当然是来自政治局啊，甚至来自于某一个常委啊，不管是蔡奇还是习近平还是谁啊，丁薛祥，来自某一个常委。那么丁薛祥不是常委啊，那么好，就说怎么办呢？说这个彻底的封杀，定性了，彻底的封杀，彻底的要翻篇，谁也不许再提了啊，这是一种可能。那在国内于朦胧这个事情上会彻底的降温，翻过去。那就只剩下海外可以零星的大家继续的去纪念他或者去追这个真相了。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像当年令计划这样，就是一手遮天的这个人呢，其实他也没有那么高的位置，然后现在遮不住了，他最后会暴露出来呢，就会他要为这个事情负责任，因为你等于是抹黑了嘛，啊，对这个党和国家产生了不好的影响，那就会被他的政敌去利用这个事情去搞死他。那如果是这么一种发展，那么他这个一手遮天的人，以及他现在所保护的实际参与虐待、虐杀于朦胧的这一小伙人，那就会一个一个倒霉。当然，这种倒霉呢，他不会以我们想象的说，哎，我们这个公道讨回来了，警方重新立案啊，然后说公布说于朦胧其实不是意外坠楼，他是怎么去世的，然后呢，这些是杀害他的人啊，我们要进行一个什么公审，最后给他们判刑，不会是这样的。至少现在这个时代的共产党不会是这样的。那他即便去惩治这些人，也是从他们自己政治的角度。那惩治的方式，他也不会联系到于朦胧案，他会给他们扣一个新的罪名啊，比如说背后这个一手遮天的人啊，你不管是北京市这个层面上的领导，还是中央这个层面的领导，不管是具体是谁。会以这个比如贪腐啊这些名义啊把他抓起来，把他判刑。那么底下这些人有可能有的人是会意外死亡啊，就是之前我们分析过的啊，这些实际上去打于朦胧的这些人有可能会这样意外的死亡，也有可能呢让他们以其他的罪名去抓起来。那当然对外呢又不让大家。就是公开层面上，共产党并没有把这些事情对这些人的惩罚联系到于朦胧身上，对吧？因为你不能自己打自己脸嘛。另外一方面，又等于是给关心于朦胧案的这些人民们啊一个交代，就是你看这些坏人，我已经把他们都给惩办了
啊，这个理由你们不用管，中国人也不在意这个程序正义，只要这个人去死了、抵命了、顶罪了，他们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有交代了就行了，就可以翻篇了。如果这么做，就可以也是可以让这个事情迅速的降温，大部分人就散了，觉得行吧，也就到这儿了，对吧？因为最终的目标，你说共产党下台，真相彻底暴露，这个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那很多人到这个点上也就算了。所以这就是我对这个四中全会之后于朦胧案的变化的一些预测啊。那当然了，我还是那个观点啊，我觉得他的更有可能的死亡地点还是在阳光上东小区。如果大家有这个追求真相的这个想法啊，想去做一些调查或者搜集，还是要回到这个案件爆发出来最开始的那个点的一些证据，因为现在有些证据搜不到了，被后来的各种的谣言给冲淡了。你比如说，他坠亡的那个单元究竟是谁的呢？这个房子，对吧？属于谁？你这个屋主是谁？那天晚上聚会的朋友具体都是谁？这些东西如果就警方要查，肯定是从这个角度去查嘛，对不对？所以更多的线索，我觉得还是在那个案发地点啊。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了啊。最后，今天想要呼吁一个事情，就是给大家看一眼，这个是之前跟我来做对话的陈恩德啊，他们现在发起了一个新的活动，就是全球声援于朦胧活动啊，就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啊，举着这个你写支持于朦胧的话，然后呢，这些照片啊发给他的邮箱啊，这个大家仔细看这个邮箱啊，我也会把这个邮箱放到本期节目的说明文字里。那么因为呢，我的这个频道啊做的关于于朦胧这些节目啊，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给我留言啊，现在已经有差不多70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了啊。那么你看，他们现在刚收到来自14个不同国家的嘛，所以呢，我也呼吁啊，这些全球的观众啊，如果你觉得愿意啊用这种方式来去支持于朦胧的，你们就自己去拍这样的照片喽，然后发给这个陈恩德啊，他们在做这个活动。我是觉得，我们想要让这个事情至少有一个阶段性的进展啊，为他讨回一点点公道的话，就还是只能继续的发生，继续的在海外让这个事情去发酵，把压力给回到中国，给回到中共，给到他们政治局，给到他们常委。那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是青天大老爷，他们来主持公道了，不是，而是说让这个事情搞大之后，他们可能只能选择牺牲掉一些人，或者不再保护一些人。那这也是我们阶段性的胜利吧，也许啊。那为了达成这个呢，我们就只能继续发声啊。当然，继续发声，我们不能只签袜子联署，那一个联署是不够的，而且那一个联署是由一个个人发起的，对吧？那个个人如果迫于压力或者有什么别的想法，他也可以随时把那个联署改得面目全非，或者他可以撤销掉那个联署。那大家之前的这些努力不就白费了吗？所以我觉得，我也听说了有一些不同的人啊和这个小团体组织啊，现在在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要长期的为于朦胧发声，就不只能靠这一个联署啊，包括你像陈恩德他们发起这个活动啊，这都是大家不同的努力，所以我们也想介绍一些这些东西给大家，让大家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啊，一起的去继续加油。好啊，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